公司治理啊，就跟政府的治理是一样的哦。那最近台北柯文哲的事件呢，也引发大家高度的关注哦。这个时候呢，后面如果有作弊的话呢，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个礼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 NVIDIA 的这个受到美国司法部现在要反垄断的调查之后呢，股价大跌 9.53%， 它跌了11块3毛7。那么我们看到，在辉达股价暴跌之后呢，恐慌指数喷高到 20.72， 那这个也带来 AI 相关的个股狂跌。这个狂跌，我们现在看到辉达跌了快 10% 之后呢，台积电的股价呢，在台股跳空大跌，这个跳空大跌，台股再度呈现开盘大跌超过1000点的戏码。我相信市场上现在仍然处在一片恐慌的状态当中，基本上呢，这是一个正常的调整。你可以看到汇成半导体的指数呢，它从5932点杀到4290点之后呢，反弹到5019，再下杀到4725点。在费半指数呢，现在看起来是一个三角形的震荡整理，但是呢，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到，欢迎您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或者你也可以针对你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道琼指数呢，在科技股回档的过程，那么它不断的创新高，已经到了41855点。那道琼的创新高，也看到一个美国股市呢，现在是传统产业呢比科技股还领先的一个走势。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因为 AI 带动的科技股的狂潮之后呢，那么现在呢，轮到美国很多的优质的这种蓝筹股，所以你看到在今年涨幅最大大概就是沃尔玛，沃尔玛的股价已经到 78.54 了。巴菲特呢，伯克夏的 A 股，那么现在呢，它跑到 715,909 哦，最高其实它来到 723,865 块美元。巴菲特现在的伯克夏呢，它的市值来到 1.029 兆美元。它是美国从苹果到微软到 Google， 然后亚马逊，包括 Meta， 然后呢，你看到现在呢是第8家市值超过1兆美元的企业。那么巴菲特呢，他卖掉了一半的苹果的持股，黄日勋呢卖掉5亿8700万美元的辉达的股票。他们两个的卖股，其实在这个地方啊，都有一些值得大家探索的空间。伯克夏的 A 股能够不断的走高哦，如果大家从这样的一个线图来看呢，它几乎是勇往直前了。这20年当中啊，伯克夏靠着股神巴菲特的精湛的投资啊，拉高它的市值啊，这个市值到1兆美元左右。那大家已经可以想象到，巴菲特今年做了一些大的动作，除了卖掉苹果股票之外呢，他最近持续在卖美国银行，他已经卖了2464万股，那么套现最少5亿美元。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个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第一个呢，现在市场其实它是一个震荡的整理，也就是说，在经过了上半年科技股的狂潮之后呢，大家看到几个变数。第一个呢是美国可能即将要降息了，美国这个降息要看萨姆规则也就是说，这个萨姆规则它讲美国3个月的失业率呢，移动平均值减掉前一年度的失业率呢，所得的数值超过 0.5， 现在出现第一个征兆。萨姆法则在过去的20年它都非常精准，现在要特别注意的 FED 的降息，降1码是符合市场预期，而降2码呢，可能联准会在预告美国的经济呢可能会进入衰退，这个讯号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那么这个地方股市的回档，一方面在等待日本的银行宣布基本利率呢到 0.25， 也触发了日本的10年公债殖利率到 1.02%， 大家也可以看到台股在跌1000点啊，美国股市呢都出现大幅的回档。那最大的关键呢是日本的10年公债殖利率它又跑到 0.97 了，这个 0.97 回到原来的高点相去不远。另外呢，日元现在在143左右，那跟上一波的 141.7 啊也非常接近。这也告诉大家，整个利差交易呢现在还是一个紧绷的状态。那日元跟日股对全球带来的
冲击力道呢，现在仍然没有减退。日经指数呢，在经过4544点的大幅回档，跌到31150点之后呢，它重新再盘整。我们大家看到美国的降息跟日本的升息，它是一个连带效应，对未来的世界呢，它也带来一个比较不确定的因素。巴菲特手上握有很多的现金，这个时候也告诉大家，在回档的路上，大家可能现金银弹要多准备充足一点，才能够应对在市场带来的巨大的冲击。第二个呢，全球正在高度关注苹果的未来。现在苹果的 iPhone 16呢即将推出，大家都在看 iPhone 16呢，它在 AI 应用端到底发挥多大的效力。如果 iPhone 16在 AI 的应用呢不符市场预期，后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产业呢会受到非常大的撞击。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到 NVIDIA 第二季呢，它的营收达到325亿，比去年同期成长 114%， 数字非常亮丽，但是跟市场预期要更好呢，还是有一段差距。这当中GB200 看起来有点迟缓，技术问题有待克服。所以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的调查展开之后呢，这个 NVIDIA 股价呢再继续大幅的下滑，现在到108了，前一波的低点90.67，大家密切注意，这个辉达的调整会对全球带来重大的影响但是巴菲特呢博客下到了1兆美元，其实也告诉大家，现在优质的公司会受到市场青睐。在这个回合当中美国有2档股票值得注意的，一个是沃尔玛沃尔玛的股价呢不断的走高，另外一个大家最近注意到的军工产业又开始兴盛了。这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呢，它从413块美元涨到519，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台湾的军工产业，在2023年的6月呢触顶之后呢，大概到现在为止已经整理超过1年以上了。未来能不能在新的立法院的生态下能够产生一个推升的力道，值得大家高度关注。另外一个大家也特别注意到，先前我们讲到老人与狗的效应呢，是在对技术面的调整，而巴菲特在讲这个水退了才知道水没穿裤子，这个就告诉大家是财务报表现在的修正跟调整。这个修正跟调整呢，其实也对公司治理带来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大家去看一下，最近最受到大家注意的是 Supermicro 兴登堡研究指控美商超微连续做假账。我们看到8月26号呢，美商超微的股价呢重跌 104.92 美元，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跌幅，它的单日跌幅呢 19.02%。兴登堡指控它虚增营收减列支出所以这个财报是失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Supermicro 的股价呢一度大跌 25%。我们大概现在回来看，美商超微从 34.11 涨到1229，这个是在今年的 AI 狂潮当中，伺服器概念股全世界最受到瞩目的一档股票。那从1229它掉到 395.18，跌幅 67.78%，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调整。面对各方指控，那么梁建国呢，现在委托这个法务部门呢，现在站出来要澄清。我也赞成他用直球对决，告诉大家财报到底是怎么来。这个当中，我们也特别要跟大家来报告，也就是公司治理就跟政府的治理是一样的你看到中国企业不断的被揭露，像去年至少有50家财报作假。那最近台北柯文哲的事件呢，也引发大家高度的关注这个高度的关注，现在大家不断的在挖掘内幕这个时候呢，后面如果有作弊的话呢，我相信会对整个民众党的形象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你看到这个，像先前瑞幸咖啡被点名之后呢，瑞幸从此一蹶不振。那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一家叫升能集团，它是从事石墨电极制造，股价呢最高 23.15， 但是呢在9月3号这一天呢，它突然之间单日大跌 98.4%， 这是令人感受到非常错愕的。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香港的投资机构在形容，他说港股现在也流行水花消失术也就是你吹起的泡沫瞬间瓦解，这是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在财报效应当中，我们也看到，在拼多多呢，其实它公布第二季赚了320亿人民币，成长 144%， 这个数字非常好。但是呢，拼多多的股价蒸发了 28.5%， 也告诉大家财报揭露的关键时刻，很多的公司像拼多多呢，
它是报告非常良好，但是呢，对未来预期非常的暗淡，股价最高 161.96， 现在呢跌到最惨 88.01， 其实已经腰斩了。那拼多多的市值原来超过2000亿美元，现在呢掉到最惨的时候呢1238亿美元，所以这个财报效应所带来的惊人的调整，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在财报揭露过程当中，在公司治理，市场都会严格检验。如果公司做假账，像这一次呢 Supermicro 它如果不能够好好澄清，我相信对公司会带来非常大的伤害。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回合当中这个 Intel 呢9月3号呢它仍然大跌 8.8%， 这令人难以想象。为什么它已经跌到20块左右了，跌到20块呢，市值在800多亿，那么现在呢还会再跌。在 Intel 的面对的冲击它可能要公司重组或是要换 CEO 了，但是呢 Intel 都没有采取行动，看起来现在跟台积电的差距是越来越远了。当年台积电大概只有 Intel 的1/4，那么现在台积电的市值呢是 Intel 的10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台湾的台积电其实给台湾带来非常大的助力，这个助力值得大家好好珍惜。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台积电到德国设厂，台湾的总统呢很难跟欧洲的这个领导人，甚至美国的领导人同台演出站在一起。但这一次呢，魏哲家跟德国的总理肖兹有说有笑，我相信这是台湾的国力、经济力再度延伸。这个延伸我们先来看德国，德国现在福斯汽车呢看起来考虑要关掉德国厂，那么也是在中国汽车兵临城下，德国也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我想在这个礼拜提醒大家，世界进入一个大的调整。一方面呢，股价在调整过去涨幅过大的技术面的修正。第二个呢，潮水退了，看谁没穿裤子。现在呢，在第二季的财报揭露的路上呢，有很多暗礁会突然引爆，可能大家要慢慢的耐心等待。最近市场成交量会萎缩另一方面呢，大家都在等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到底花落谁家，川普当选跟贺锦丽当选，对未来的世界呢都会带来很不一样的影响。所以我相信在这段时间市场量缩，等待进一步的变化，我想是非常合理的解读。那么今天的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